在贵州道真县的大山里，我们发现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特别奇特的山顶天坑内。这个地方山川秀丽，环境优美啊，仿佛那种与世隔绝般的世外桃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来到这样的地方居住呢？今天咱们就进去一探究竟。这个天坑只有这一条小道下来，而这个小道呢又非常的陡啊，你不注意的话都容易摔跤。他们另外一边的一个村庄的人可能是把这个牛羊赶到这里面来放养。大家从这个视角看一下哈，这个地方真的是绝美。电线杆呢就从这儿拉过去，从那个洞里面穿过去，到另外一个天坑供那户人家照明用电。哇，走到这个下方来才发现那地方就像一道石门一样，这个感觉真的是太爽了。走在这个天坑底部，整个这一片全部是绿油油的。这个水是很好玩的，从那边流过来之后，又从这个洞穴入洞了。这地方是2个洞穴，我走到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吧。这个杂草这么深，说实话我都怕老蛇。其实那个地方呢是有水的，但是这里呢没有，它可能从下边沁过去了，然后呢又从这个洞穴进去。我呢是从上边下来的，大家可以看这里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大天坑啊。走吧，我们的目的是进去探访那户世外桃源般的人家。你们看哦，这个地方呢就有水流了，看到吧？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呢不是很正确啊，果然这种场景的话需要身临其境进来之后才能看到细节。从这里穿过去穿洞呢，就是那一户人家了，没有错。但是这个水呢是从这一个深不见底的溶洞流出来的，然后这个水流过来，在这个地方天坑中露出来一截，然后呢又从那个洞穴流向深渊，不知道流向何方啊。哇，这儿太爽了。走，咱们继续前行。这里面呢这么多的碎石，哇，这个地方竟然还开有一个天窗。哇，这里真的是太神奇了哈，竟然开着一个条形的天窗，这也太漂亮了。这也我感觉这些石头啊，这个下方这些石头啊，可能是若干年来整个这个崖壁啊不断的在风化，然后呢就不断的有一些石头掉下来，可能是这样形成的下面那么多的石头。因为它这里通风的嘛，成千上亿年的这个不断的风吹雨打风化，对吧？你看这个地方就风化来像一个人为的拱门一样，这边还有一个哨孔，对吧？这个景儿真的是太漂亮了。那么这里呢确实是以前他们这里面居住的这户人家的出去的路。你看这个地方还有一道门，是吧？这里还有一道门，而且是两边正好运用了这个天然的石头优势，然后在这个地方设了一道门。那住在里面的话就非常安全哈，你把这个门一旦堵住的话，那这里就非常的隐蔽，非常的安全。果然通过这个穿洞是可以直接来到这边这户人家的。你看这边呢也是有一股水源的。哇，走到这儿就是豁然开朗。这地方你们就说爽不爽？但是这个路确实是没什么人走，走着走着千万不要从里面爬出来一条老蛇，那我真的有点招架不住。这些土地也都没有种了，好可惜啊，这里大面积的土地都没有种了。我们寻找一下那一家人住在哪里的。这里面积也挺大的，我刚才在外面呢，我还把这个里面称小天坑，外面称大天坑，我感觉这个两边的面积可能差不多，这里的面积也不小。哎，朋友们，我就问你们，看着这么深的这个草，你们敢在这里面走吗？这真的看着像一片沼泽地一样，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过去。那儿过去吧，看到吗？房子就在那里，你们就说这里美不美？
你们看这个水沟就隐藏在这个草丛之中，我要一不小心一脚就插下去了。这真的是，哎呦！门前一棵大白树，然后就是这个居住的这个周围啊，总有一片地。这下边你们认识吗？这玩意儿是啥？这好像是种的那个地瓜呀。然后这边种有一些豆儿，那么那儿种有一些玉米。房子呢就在这个崖壁的脚下边。你们看看这儿环境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山后那儿好像还有一个洞穴，看到没有？特别幽静的一个小天坑啊，非常的舒服，环境特别的隐蔽。果然是我说的没错吧？那个电线就是从那儿拉进来，专供他们一户人家照明的，看到没有？电拉到这儿就结束了，就是给他们照明。然后我在这里巴拉巴拉半天了，但是没有听到有主人家出来说个话，我估计是不是走了？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他们一户人家了，对吧？我猜测呢，这个天坑里面这些所有的土地呢，也是他们的。这算起来呢，怎么说也是30-40亩吧，压在这里足够了哈。我们走过来看一下，这个房屋特别的大哟，感觉以前居住在这里都是有钱人家呀，是不是？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喂猪喂牛的地方，好像现在也没喂。那么这边呢，就是人住的一个正房子。这个房子呢，我们一看就可能是最少超过100-200年了。你看这个木料，对吧？这边起了一个2间的，但是这儿没有装。它这个房子建的还比较长啊。门前晒了一些这个豆儿，门是上锁的，我估计出门去了哈。这个房屋呢建得非常的长，你看1间、2间、3间、4间、5间、6间、7间、8间，整个排开是8间哦。这房屋建得非常大，这里才是中堂，大家看到吗？这边呢也是刘兰猪圈，只不过呢都已经毁坏了。所以说呢，他们这个整个长的这个房子呢，应该就是几兄弟的，就是一个家族的哈。然后把这个房屋呢连成一片，所以这个房子老长了哈，你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有这么长的这个木房了。这边我们看到有2个打农药的药箱，这里呢是烧火的一些柴火，然后这边呢都是烂房子，这个中堂呢也是烂掉了，那么也没有培修啊。这个房屋的房顶呢也没有怎么培修，我估计呢这些人呢他们在外面都是买房子了，对吧？否则家里面的房子不可能这么破烂，是不是？也没有管它。你们看这个衣服感觉不太像老年人穿的，好像这里居住有年轻人，对吧？但是今天真的是不凑巧，竟然进来没有见到有人，太遗憾了。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啊？这个是洋鹤姜，这2堆洋鹤姜都不知道要挖多少，非常的好吃啊，用那个胡辣椒来拌着。居住在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又隐蔽，土地又肥沃，水源也不缺，而且还有专门乘凉的川洞。就问你们这个地方美不美？真的是太漂亮了。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山顶天坑内，而且呢，这个天坑的中间啊是有一条小溪流横穿而过的。这个天坑呢，其实是一个山顶天坑啊，在广西呢，他们叫做弄，其实就是一个弄了。但是这个弄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前方有一个穿洞，所以我们这个风从这边吹过来呢，它正好从那个穿洞呢能够流通过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多人想要的那种世外桃源般生活的地方，有山有水有穿洞，还有这么肥沃的土地，然后还有一个房子在这里，是不是很佩服他们这户人家的祖先找到这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安家乐业。这里呢有好多个洞穴，这个房屋的后山这儿呢有一个洞穴，前方有一个穿洞，穿洞那儿呢有一个洞出来，然后再有一个洞出去。整个这个地方真的是结合了各种各样的喀斯特地貌地形，又是那种完美的居住场所，简直是太漂亮了啊！我走到这里我都有点那种不想离开的感觉。
我个人的话，真的非常喜欢这样的地方，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这样的场景呢？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哈。咱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看看这个里面有一个大峡谷，这里有一条小道进去啊。哇，这里面好漂亮。咱们继续走啊，反正有路就不怕，是吧？哇，这里还竟然搞有一道木栅门，这是有人在里面搞放养的吗？啊，这个峡谷里面的环境真好。山脚下这里竟然发现有房子啊！走上去看一下，好累啊！我走了好久了，走了太长时间的路，我现在说话都没什么力气了。哇，真的有人在这里！周刷呀！你一家人来这里啊？在搞了吗？搞养殖哦？这里面才安逸哦。这个地方以前是个村庄，现在所有房子都全部搬迁了，就剩下1户人在这里搞养殖哈。两个，搞了家什么搞？这狗挺乖的。你叫它不咬就不咬。来拍个照。嘿，嘿，过来噻。还是在山里面干起窑的哟。你家以前也在住在这里是吧？哎，老家是住这里。以前应该好多房子哦。我们记得的时候就是我们这户，以前特殊多。你们来看。哇，你这个房子都是老古董了。这个可以哦。搞养殖地方都。你还搞的有蜂子啊？哎有。他的动，他的走走走，来哟。哎，到微信来哈。谢谢谢谢。哦，谢谢谢谢。它这个，它这山上的水，它也烧的，它有点点沉淀，它不比正常的，正常的。蜂子啊，像那个羊子啊，它这些都是纯天然的，因为这像这个鱼羊子，所以它又不会死。都是山羊。哎，都是山羊的，反正我们是搞的是点杀。点杀？意思你可以来拳头点到哪个，我马上给你杀下去。好钱斤的？新鲜羊子，我们这个卖的55。55一斤，是哪种？你是杀好了55一斤吗？是杀好了55，意思净肉。看哪种，如果点杀的哈，点杀的这样毛的就是32块钱斤，一直杀的。哦。等于是那就是称的杀。你是哪种羊子？我拿电话来看嘛，我高级打起他把的都有。也好多种颜色，都是好多种哈。在哪儿捞了都在山上。你喂的有好多个啊？喂的有100多个。100多个。哎，这里是春天的时候放水的时候。哎呦，春天的时候矮得很。哎，春天的时候走这里上去这里。春天的时候。你养100多只羊的话，一年可以赚到好钱呢？意思，反正是一个月嘛哈，反正是有时一个月2、3万，有时就反正平均算下来一个月就是1.15万嘛哈。赚的钱是吧？差不多哈。基本上就是这个哈。一年10几万也可以的。也就是10几万块钱。但我们搞这个呢，比较累，辛苦。我的是晚上有野货这些没得？野货只能说在山上有蚁猪，像那个蚁鸡啊，这些嘛是多了。你看到过没得呢？蚁猪啊，蚁猪我们是经常看到。经常看到？经常看到。大的有些像家猪那么大，1两百斤的都有。蚊子啊，这些都有。
它对就是对羊没得伤害的哈没。得伤害的。哦，那你春夏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养好多？这些多的时候200多只的。200多只。对，它就再也不能增加的，不敢增加的。哪里的？也是它这个看你这个山比较大哈，嗯它实际上它这个草原它是有缺陷的。哦，它这个看你它这个山几面都大，它但不过它这个森林下面呢，它没得草的。哦，林子下面没草。哎，它没得草的，也是这个草原的缺陷。而且哈这个多了你就管理不当，嗯，管理不当，它现在有时候损失量死亡率比较高。比较高。就像我们这几家来说哈，搞养生我就算比较精细的，比较对养殖这个行业嘛，我搞得长的嘛，我到现在已经搞了10多年。你那时候就开始干？小的时候反正是对外面武汉也打了几年工，好像总的是在外面漂泊的。从我武汉打工转来到这个地方都有是10年多了。哦，可以，这个还稳定点。你一年养殖搞个10几万，如果风值恰当的话，再搞个几万，一年20万差不多的，我觉得。毛收入差不多。只是我们这个嘛，就是辛苦的时候嘛，就辛苦点。耍实在。夫人给回来了。那就是这2个月比较忙，特别是每到过节的时候就比较要宰羊子。哦，杀羊子。要出宰。现在是。要宰的，如果是要宰得多，那么我就拿10个20个垒在下面也宰一下。如果是隔把嘛，我就将就跟他宰的少。多不叫。其实挺佩服你们2个的，你又年纪轻轻的又吃苦耐劳呢。没得办法的噻，你住的这个来的，你住的这个地方来的，你不找点事情干的话，你是要生存的嘛。我们看嘛，在深山里靠这个生活啊，养家糊口人嘛，你看。你们这种这条路都难得走，你看，还不是那冬天，是吧？你们这个算是啷个说也算是很好的了。像你们这样真的算牛的了，我跟你讲，一年可以挣10-20万，你还要啷个嘛？这个20万，你看多辛苦呀！但是辛苦，确实辛苦。你看那个山上爬的，一天都这下。如果说哈，像了你得，如果是你得，不管你在街上做也好，你还是在农村做也好，如果你是就是你刚才说的豪车揽住的话，说实话，你拿的都恼火。你看，像这个生意也生病了，你看。也多难是。你带这做起有啷个病嘛？我就说老实话，不然大容易会生病。像你们那个干活的嘛，根本就不会生病。一般伤风感冒看什么这个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一般那个嘛随便扯2句。你说下你这儿的详细地名呢？自作沟。从哪个通知哪个镇？这官场镇南门村南门组。赤脚沟。这个小地名叫赤脚沟，主呢这个叫南门组。南门组哈。你2个算厉害的，几个儿啊？2个都在读书哈。
一路小跑啊，全是小路啊，好累啊！你看咱们这里还没有公车，然后我耗费40多分钟，我从下面条路过去，然后从那边转一圈回来，总的走了40几分钟啊！大家光说埋怨这埋怨那是吧？你看我们这里才是正儿八经的落后是吧？贫穷，直到现在都还没通公路啊！虽然说现在在弄了，各位想锻炼身体，到我这里来体验啊！我天天带你们爬山。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啊，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雾川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村主。这个村主呀，居住在一个小小的山梁之上，两边呢都是峡谷阻隔，对面呢悬崖峭壁。要来到这个村庄呢，挺不容易的，要从山上经过这个山梁徒步呢，才能来到这里。而进入这个村主的小路呀，全是在这个山梁上。我想都能想到啊，徒步在这个山梁上呢，一定能够看到周围非常漂亮的风景。这个地方啊，昨天我经过这里才发现，当时呢因为是下午，所以呢没有办法下去，所以我就居住在雾川县城。第二天起来呢就往这里赶，大概的路程呢是40几公里啊。我们要经过葛老资源、龙潭古寨，然后开一些乡道，再过一些盘山公路呢，来到这个山顶上。这个山上呢种了大面积的烤烟，你还别说啊，看起来还挺漂亮的。就在这个山顶这一片烤烟基地呢，就有小路可以下到村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到这个山上了哈，从这个地方呢就有一条小道到这个山梁上去。这一条路啊还真的是非常适合徒步，因为它整个呢都是从这个山梁上走，所以你步行在这个上边呢，真的是周围的风景啊一览无余。在这个峡谷深处呢隆起了一座山，对吗？而这个山间呢有一个巨大的石笋，这个地方如果身在别的地方呢，妥妥的是一个旅游景区啊。这边已经到了他们种的土地了，不过呢，看到大面积的土地呢都是丢荒了，没有种了。我估计呢，在村寨里边的人也非常的少啊。随着年轻人不断的离乡出走，这些土地呢全部是荒废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村子了，大家看看漂不漂亮？下方呢就是麻阳河，整个对面呢都是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
那么站在这里呢，真的是可以欣赏到那种山水画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下边有条河，对吧？那早上的时候呢，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有雾，那加上这些团雾，加上我们这个对面崖壁上这些一杠一杠的这些绿植啊，住在这里呢，真的是每天早上呢都能欣赏到那种水墨画般的感觉。这个下边有一家在养羊，这个路上呢都是这个羊走过的这个痕迹，而且养了不少啊，我估计得养上100头，否则的话，这个路上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足迹、羊粪啊啥的。这个房子已经没有人居住了，这下边这一栋也可能没人住了。哎呦，那有一条狗，我的天！你们说我敢不敢下去？哇，3、4条狗，我天！5条狗啊！吓死人！我跟你们说，4、5条狗，别过来！哎呦，你这个狗太害人了，周娘！我说你这个狗太害人了，那么多，你不来我都不敢动啊！我来这里耍呀。哦，宝宝。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我真的看到你们都跑。你不过来，我都不敢动。我晓。你晓得你？生意上不是我们本地人啊。不是真意的。真的啊。嗯，我说走你们这儿下来耍会儿来，下来又遇到几个狗。那你从这下呀？是上面下来的，这边也走得过来。这过来就从安徽公路好了嘛。啊，这里走近点是吧？啊。哦，那边是通公路那儿了嘛？就是三门嘴通公路了。你们这边没有哈？咱们没有。主要这狗狗太深了是吧？这是啥子哈新区？哦，我这个保护区。啊。你在那儿没事的吧？好吧。哎，医生。下了，等你说。歇哈了，歇哈了。你养了那么多蜂子啊？啊，养蜂子啊，养羊子啊，养牛啊。你哪都干的哟？蜂子、羊子、牛。啊。我看你这个养的蜂子不少啊，全都是蜂桶。养的几十桶。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我都带的有水啊，我都带的有水。谢，太吓人了，这几个狗。你们在贵姓呢？我们姓吧。全部都是吗？嗯，是啊。这里有好多家人了。有了这现在基本上赶紧搬走了，只打2、3分到这屋了，营里的10几分。你现在是几个人在家呀？2个人。啊，就是我们两个姥姥。哦，你年纪不大耶？60几了。60几了？哈哈，人赶紧搬走了，又搬迁啊，有些出去买房子啊。你们没搬呐？没有，那个你搬得起那个啊，搬一样，你50岁了，你下城头，你吃活了又慢油了，你带住了吃了呀？你吃你把舌头也是人家了。这人到这个地方住的黄铺子啊，狗养整的啊。你养的有好多羊子吧？100几啊。100几？牛呢？有10几个。然后有几十桶蜂子。啊。你要准8多回包裹。还要做100多回包裹。嗯。那不是包裹都要种10几亩啊？几十亩啊？几十亩，2个人种几十亩。啊。不得了哎！你说到这个地方你不能干就不能生活了哇，公路也不通啊。不是，你2个人喂100多个羊子，10几个牛，还要种几十亩土地，还有几十桶蜂子。嗯。啊，是啊。我还真的是跑那么多地方，还没有见到过像你那么勤快的人哦。2个人做那么多。不勤快不行了，作为农村啊，是吧？说就不能生活了哇。你这个太厉害了，真的。几个小孩呢？要是3个，现在还有一个有2个上看了，还有一个在读高中。哦，大2个已经全部成家了，啊，小那个还在读高中。嗯，可以了，你太客气了，又加税。真的嘞。你干活那个就是你们家娘娘啊？啊，是啊。
咦，你们真的太厉害了，还要种那么多地。这里种地的地全是你们种的，应该。是啊。他们没有种地。没有。我有没有耽误到你干活儿？没有。哪怕你没吃饭了。早饭吃了的。也没吃啊，我就喊他来给你煮啊。不用，太客气了。你们是好多人吃饭嘛？10点钟就吃饭。我们早上起来就打个粥啊，去上猪打河路啦，去煮早饭，煮个胃啦，有饭个吃了，又出来又开始干活。还喂得有猪？那喂两头猪有。那我这个肯定耽误你时间了，你一天到晚应该没得那个时间休息的。休息啊，就以前你讲休息时间，我们就没休息过哎。干活干成2点钟的时候，我就马上回来，就把牛啊一早起来就放出来了。早上起来就放出来，羊子到这2点钟的时候，我又要把羊子又放出来，羊子放出来，马上回来又干活。又反正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5点钟的时候吃饭，饭个吃了，反正你就跳这后山。跳在后面就要守到羊子呀，羊子来了就管得下。你干那么多事情，根本就没休息时间，哪里休息时间嘛？是啊。我来我都感觉耽误你了。没有，我看你瘦了，刚刚这个叫班儿走你了，刚刚他就饿来抓。他凶得很哈。他就，如果你刚刚走他一把长假，他就虎爷就我头。哦，我没有铲他，我只是那个怼到不等他过来。我送点东西给你。中了。让我带起来的酒。客气不客气？我不耽误你干活了，我不再耽误了你这些。不喝酒啊！我要开车，不喝酒。我喊他来。不要，你太客气了，你让他干活儿。不喊他，我走了，真的不耽误你干活儿。你为那么多养生，根本没得时间说的。没事，那我走了，我不能耽误你时间。哎呀，我跟你们说，太恐怖了。现在我都还心有余悸，5条狗。本来我想在这个下边多待一下，但是这个毛叔叔他们真的太忙了。你们想一下，种几十亩地，几十桶蜜蜂，100多只羊，10几头牛，他整天忙的都是马不停蹄的，根本没有时间玩。所以我真的是不太好意思在那打扰他啊。否则我一直在那里的话，那个叔叔又要叫那个阿姨回来煮饭吃，你想一下，这样就耽误人家半天的时间，不太好。这个村寨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有10几户人家都姓毛，在这个地方呢，已经居住有100多年了。那么现在呢，只有2、3户在这里啊，除了这个毛叔叔他是养殖之外呢，其他的2户呢都是老年人在家，没有干活，也没有种地，所以说整个这一片呢，就他一个人在养殖。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通公路呢？因为他们这里啊，属于麻阳河的核心景区，就是整体搬迁。那这个毛叔叔呢，就是说他年龄大了嘛，出去打工呢也不好弄，所以就在家里搞这个养殖。我走过了这么多地方啊，我觉得毛叔叔他们2个老人呢，是我见到过的所有人中最勤劳的2个人。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慢慢的爬坡了，咱们下期再见。来，我们谁也是他们去干的。来吧，1、2、3，1、2、3。你把头看着。好的，给你们多少滚草去抢走他。我屁股。撑着，不要让他跳，我们去。来，1、2、3。我是个鸟，他们没当牛。稍微别滑一点就打了。哇，这有点滑下来的，再滑一点，再滑下来的。好，再翻过来。老姐，来抽。为什么？你挖药，你们就稳当点了，教他点了。来。你们这边，来。好，就起来。1、2、3。快，你们都有关。稳着啊！这里没事的，走嘛，这里他要朝底下撒呀。摆点，你往上摆点。他撒在那边，好。快点，走。1、2、3。好。100块钱到手了。哈哈。那个
踩，帮我下来。慢点。大家看一下这里这个公路边，这里边有一条河，然后整个周边的环境也是非常不错的。刚刚我们问那个大姐呢，就是问她上面这一栋房子是不是没有人在家住啊？她说是长期在外面打工，然后孩子在上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到她家的这个路呢，基本上是没人走的。我们上去给大家了解一下哈。这个整个边上都是这么深的草。这位置环境超好的呀，门口都一条河，是吧？我看那边还有人在那儿钓鱼。这么大的房子造在这里，然后又出门打工。我们看一下这个村牌啊，白蜡坎村11组。这上面写有这个光荣之家的称号，应该是退伍军人吧。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房子挺大的啊，是2层的楼房，下边的牌面是3间，就是跟我们农村那种木房子的造型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修的2层。上边是比较宽的啊，
我们看这个侧面的话，它应该上面的话是外面3间房子，然后里面3间哈，空间是比较大的。它这个房子呢，就是说他过年的时候会回来住个把月啊，那么过年的那个把月住了呢就走。所以呢，如果说喜欢避暑的人们呢，我觉得可以跟他谈一下。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你正好夏天到他这儿来避暑住，那么正好你过年的时候呢你又走了，是吧？那么他呢正好回来住1个月，就这个意思哈。他这个房子呢是一独户的，看到没有？那么左边、右边的这个房子呢都离他比较远，然后差不多就是一独户在这个位置。那么从这边这个位置上来的这个公路，这个院坝也还不小，然后这个门口呢就是一条河，是吧？大家应该听到河水声，门口就是一条河，整个环境非常不错哈。可以看一下这个周边的环境非常不错，然后它这儿的这个交通也比较方便，正好从这个遵义过来呢，一直是平路到这个地方，没有陡坡，没有陡路的。我就看了他好久都没有回来喽，你可以问下他吧，你有他电话没得？然后我带个确切的信息嘛，他如果说夏天有人来嘛，他也可以得2份房租噻，是吧？刚刚呢，我们让下面一个那个大姐跟这个主人家打过电话，她明确的说可以出租，而且她1年4季就是过年那个把月才回来住一下。那么总的房间有12间，也就是说可以租出来一半都没有问题啊。那么如果说朋友们有喜欢的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详细地址呢是鸭溪镇。大家如果喜欢这样的环境的话，那么可以到这儿来看一看啊。那么主人家是明确说过是可以出租的，那么具体这个费用是多少呢？就是要你们自己跟主人家去谈啊。现在因为是下着雨的，所以也不好放无人机啊，我就这样给大家看一下整个周围的一个环境。那么下边是一条河，这儿呢有公路进来，那么这个房子呢就在上面这个位置啊，所以大家看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我们这边的深山里面哈，我身边呢是有一条河，顺着这条河往下走呢，里面有一独户人家，那么是目前来说是没有通公路的哈。我们现在呢就过去探访一下，为什么他会住在里面，没有通公路呢，也没有搬迁出来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过去了解一下啊。我跟大家说，这个河边真的是舒服啊，又有那种小小的这种风，然后呢，又环境又特别的好，就顺着这条河走，然后这么一条小道，太爽太爽了，这里。看到没有？要走他家这边来的话，这里要过来过去各过2次河，然后从这里上去啊。但是我发现住在这里也有一个弊端哈，万一涨洪水的话，这个就过不了啊。那他从哪里走呢？应该是山上另外一边还有一条路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家的房子了。哇，这户人家住的地方真的超级爽的。看到没有？
马上就到了啊！就这一独户住在这个山里面，步行过来10分钟左右。你们看看这个地方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后面也就是高高的山，然后对面也是高高的山，这个下方呢是有一条河流的。啊，还在养蜂啊！看这个绿皮搭在下面，就是养的蜜蜂。这个蚕豆也快熟了，我们可以看看它这个土地什么也都种起来了。这还有蚕豆，那就是有人住的了哈。耶，怎么没人在家呀？啊，这门口放着一个风车，大家知道吧？这个就是风车。这个东西你们那叫什么？这个老物件叫，我们这里叫半斗，啊，叫半斗。这个叫风车。啊，你们看里面那个是棺材。这边这2户也是棺材啊，它这里堆了3户这个棺材啊。这个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像我们这边农村的这个老年人的话，一超过60岁的话，基本上他们自己都要说把棺材给我准备着。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风俗，就是年纪大一点的老年人呢，你都要把棺材跟他准备来放在家里，这样呢他舒服一点。你不跟他弄的话，他还不高兴，反而。就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些土地也都是种起来的，看一看吧，山下就是一条河，啊，没事就河里面钓钓鱼，特别的爽。这边它这些土地呢，也全部都是耕种起来的，特别遗憾哈，今天呢没有看到主人家，挺遗憾的。这儿风景太好了呀，你们看一看。哇，太爽了！可惜了，没人在家。我跟大家说，它这里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非常舒服。它这个周边的土地也种起来了，然后下面就有一条河，走下去一点点就到河了。它这个位置呢，离这个前面的公路呢，步行过去就是10分钟左右，然后顺着河就过去了。可惜啊，就是今天没有碰到主人家，门也锁了，应该是到别的地方去了。现在因为是早上嘛，早上都没人在的话，周边土里面也没有，那肯定是出远门了。正常情况来说，他如果是在周边土地里面去劳作的话，他是不会锁门的，因为不大会有人到这里来，所以他完全没有必要锁门。那门都锁了，就肯定是出远门了，可能是到城里面去了哈。挺遗憾的，今天没有采访到主人家哈。下次有机会的话，一定过来了解一下。这样的地方大家喜欢吗？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哈。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一栋木房子？绝对是以前的这种豪宅。整个木房子它是双层的，也就是第2层都可以住人的。那么整个3边是全部连在一起的。我们这里呢叫做3合头。那我看它这个房子应该是那种大的3合头，2边的这种房子都是正七柱的这种木质结构，非常漂亮。这个房子应该有不少的这个年限了。我现在用镜头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绝对是非常厉害的一栋房子啊。我们走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上面的一些工艺，绝对是非常牛叉的。大家看看它这个木房子分为这个上下2层，而且这些窗户的制作呀都非常之精美，非常漂亮哈，全是这种小方格的。这个2楼的话还有这个阳台，2层哦。我都没有近距离的看过这种木房子啊，真的是特别的大气。
然后你们看看这个上面就是这个2楼，是吧？啊，2楼这边，2楼上面还设有这个走廊，看到没有？啊，这个是走廊，这边是弄的这个阳台，而且这个窗户里面呢雕的这个花呀是非常漂亮的，非常复杂。看看，这里还有一个墨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窗花。你们注意看，这个上面是这个窗户的一个窗花，这个工艺简直太牛了哈，非常有讲究的。这个它中间这个应该是非常有讲究的，看一看，我也不懂这个玩意儿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字啊，这个字怎么念？就是整体是一个字，这个念什么？这个是一个什么图形？大家看得懂吗？我反正是看不懂啊。然后这个是右边的一个窗花，我们看看左边。这个是左边的这个窗花。真的是非常漂亮啊！我们从这个正面来看，大家就看得非常清楚。那么它这个一边是一个正7住的房子，中间它也是正3间的。相当于它这一整栋的这个木质这个建筑楼呢，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木房子的这个3栋。那种房子的话，基本上都是1层的，2层的话它没有这个高。大家看到没有？它这个2层完全是可以住人的，知道吧？直接就是2层的。那一般我们说的农村那种单栋的那种木房子呢，它不是这种2层的，也就是上面层基本上堆东西，它不能住人的。那它这个呢是造的是上面直接可以住人的，看到没有？有那个中间有那个走廊，是吧？两边这种你看窗户外面还有这个阳台，这边也还有阳台，所以这个房子的造价绝对不简单啊，绝对是不简单。像这种房子放在以前呢，那一定是超级大户人家。如果说现在再来造这一栋房子呢，没有个100万可能你是造不出来的。还有就是它里面的一些木料，对吧？它这个里面的一些木料是不是有很多那种非常值钱的木料，咱们也不知道啊。应该是有很多这个木料是比较稀有的这种木料吧，我也搞不懂。而且它这个雕那些窗花，包括这个造型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说如果现在来造这么一栋木房子的话，我跟大家讲，没有个100来万我估计是够呛。大家好，我是阿泰啊。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里一独户的这个木房子啊？这一整座大山就这一独户木房子，然后里面呢住着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我们下去找他吹吹牛，聊聊天啊。大家看看他这个地方的风景啊，真的超级好啊！是不是很多朋友梦寐以求，想找这种地方隐居啊？看一下，尤其是这个刚刚下雨过后的这个大山里，云天雾海的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舒服？你吃饭了没得，老娘？做。吃饭了没得？才起来啊！我又走江东去跑水了，中啊！才刚刚起来啊！哦，我给你带点儿吃的，带点我顺便在这个我车子头放的有。我都没放。要得。你这儿住起来安逸。这你早上不起来煮饭去啊？
稍微原车我谈我的屋里就在好原车，想车稍微有些数，不想车有时间又黑到才把你油车了。哦。时间呢也睡啊就也不想吃。他们其实也喊你，应该是也喊你走养老院去的哈。他有时候哈不假。不给哈。养老院那我有看呀，准备我的计划。是。我跟你要早点车有早点车。是啊。你都切到几了？切到8了。切到8了。切到8。你现在一年领到好多钱呢？今年1万8有。1年1万8块钱哈。这贫困户加5保户哈。就5保一年没得，现在没得低保的了。5保金。就5保金。低保没得了。没得了，他转正也好的。生活还是没得问题的哈。生活的问题嘛。我以外的人，我的就比养老院还干的。吃早点，吃10点的。哎，对。你们年轻的时候出去过没得？年轻时候你们这吃啊，你们年轻人干阶梯，我们2个老两个也那热乎了，你拿出来拿是不是噻？哦，等于现在干阶梯活了。阶梯的话，你们家里嘛就在2个老的活你也干。啊。一直就没出去。没有。从来没出去过。没有。出来就没有谈。所以就也没谈媳妇的事哈。现在他说是2个老2个的，阶梯不是一直不走。哦。阶梯不准走。那拖的就拖的年纪拖大了哈。哎呀，也个人也安逸。安逸嘛不，把好听点说话，那越来越人把好听给。觉得最小伙这个好听。哎呀，那人生也是，就是人哪个人都是活一辈子，哪里管那些哦？现在，以前是有那种封建思想，现在没人管这些。主要是我谈的现在我们这些，就比俺地主过得好。是，比以前地主过得好。比这地主过得好。基本上都在家里面。没事，打哈儿牌啊，跳耍哈儿啊。不是我跳耍，我现在我也不走路跳耍，也在马路边游哈儿。就在马路边里逛哈儿哈。还要安一点，现在天气晴了要得。你在这儿应该不热哈。那你煮饭吃拿这个锅煮啊？你就是我那这个煮那个电饭锅煮包餐。电饭锅煮要包餐。我好电。都要倒过来煮。那你菜种的没得啊？我菜没呀，我经常都有人这种过啊。哦，也买菜，经常都有人开你车走这个上面外的过。买菜都是有过，昨天都过，前天都过。哦。没有想到那钱你就要不要抽啊？菜都让你院的，买在一起。出去耍哈就行了，煮点饭吃就行了。那我就走了，要。哎呀，对。你耍那整你。不耍了。咦，他闹的，我走哪里都是那个的。那我走了，你哎，要得。你们看看他住的这个位置是不是特别的舒服怪不得就是让他搬了他也不愿意搬啊，空气太好了。反正现在他这个5保金啊各方面加起来大概每年有1万把块钱，反正吃喝完全够了，还要打一点牌。然后他现在是菜也没有种啊，然后土地也都没有种，就自己煮饭吃就可以。他说虽然说他自己这么跟我讲哈，他说虽然说我这个名头不好听一点哈，5保户是吧，但是说实话可能比那些很多儿孙满堂的人过得好一点。那他说这个话确实也是事实。现在很多年纪大的儿孙满堂的人，家庭状况不是特别好的话，其实奔波劳累非常辛苦，而他的话就会过得挺舒服的。反正人生一世嘛，就这样哈，
很多事情只要你看开了之后，不就一辈子的事情是吧？大家说呢？大家好，现在我在中国最窄的县城云南盐津县，这座县城到底有多窄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些几层、十几层楼的这些楼房呢，全部下边都是吊脚楼的一个设计。那么所有的这些楼房都是依山而建。我们看到前方那个楼房呢，它像是镶嵌在崖壁边的这种感觉。说的这个最窄县城，那么最窄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前面这里，这个距离啊不足30米的距离。整个盐津县呢属于在一个狭长的峡谷之内，特别是咱们从空中看呢，这个县城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窄。那么我们来到了最窄的县城啊，我将要带大家去看一看盐津县最小的店铺有多大。听说这一家店呢就在这个桥头啊，几平方米不到的一个斜长小镇里面。盐津县城内呢，它这个道路也比较狭窄，因为受地理所限，对吧？所有的这些道路和这个房屋呢都建得非常的集中，人啊车呀什么电瓶车呀，反正都在这里混为一团。因为它只有这么窄的路，实在是没有办法把它能够建得很宽。我好像还走超过了，他们说的店面就是这一家哈，梁氏面馆。煮碗面喽，燃面，大家看看这家就是最小的面馆是吧？地方最小的。你们看啊，他们这个店面就在这个公路的边上，然后呢，整个店面就这么小，只有几平方米吧，差不多。6平方。你看，只有6平方米的店，要吃东西的呢，都是要坐在这个外面。你看我们这吃面的桌子就是小凳子套大凳子，哎，人坐小凳子，吃的面呢放在大凳子上。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咱们煮好的燃面。哎呦，这碗那就行。这家店是不是很有特色？咱们在这个最窄的县城，哎，在最窄的这个小店这里吃面，只有那么小的店面，他们自己在里面操作呢，都是紧巴巴的。然后它这个燃面呢，跟这个宜宾的燃面的味道也差不多，因为宜宾燃面呢我也去吃过。很简单啊，就在这个城市的中间有一个桥，那个桥过来就在桥头就能找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盐津的街道，非常的窄，然后这个房子也建得非常密啊，都是靠崖而建。你看这个路，2个车错车都比较难，而且它这个呢也不是主通行道。我们通过航拍的镜头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3路18弯。因为盐津两边呢都是这种悬崖峭壁嘛，所以山上呢也都有居住人。下方呢就是盐津的老县城。那我们镜头歪过来，这边看到山上有一些楼房的建筑呢，这个地方呢就是盐津准备建设的这个新城。因为盐津的老城区呢确实是存在一些危险的地段啊，所以呢迟早呢这个县城都会慢慢的搬到新城的地方。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应该就感觉得到哈，盐津的这个县城确实是非常的狭窄。你看这个火车呢也是从这个地方进入隧道，而且在这个隧道的上方呢也建有很多的楼房，包括这个边上。所以说在这里的地理环境位置呢都是非常的严苛的。这边呢就是关河之上的一座吊桥，叫新春大桥。这个完全是一个铁索的吊桥。那么除了我们早上那个看到的那个通公路的桥之外呢，这个呢是工人步行通过的这个铁索桥。那就建在这个关河之上，而且这些铁链悬索呢也是非常的牢固啊。应该是已经很多年了，在这个桥上通过的人呢还挺多。那么这个整个桥呢也是不停的在闪，而且它的抖动幅度呢
也是比较大的。那走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环顾一下四周。你像这些地方呢，全部都打有柱子啊，整个关河边上的这一整排过去的这个楼房，有10层的，有10几层的，甚至有几十层的啊，都是在河边呢打了很多的这个柱子。这些柱子的高度呢，低一点的可能有几米啊，高一点的呢可能有20、30米的都有。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楼房呢都是悬空在这个河边的啊。你看，包括这些房子呢，都像是挂在悬崖峭壁上的这种感觉。这个地方真正的遇到那种百年一遇的洪灾的时候呢，确实是比较惊险的，河水之大可能要超乎我们的想象啊。如果大家有机会来云南玩呢，可以到盐津来看一看哈，这里确实是全中国最窄的县城，也可以去最窄的这个店铺里吃一碗燃面，在这里看一看山，看一看水。大家好，在这个山梁上啊，发现一栋奇葩的建筑，我也特别好奇啊，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从这个空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栋建筑呢是建在这个山梁上的。看看这个进来的路啊，都是这样的竹子给覆盖了，没有人在这里了已经。那么我们看这个建筑呢，是一栋3层楼的一个建筑啊，我觉得是非常奇葩的。你看它这个3层的整个四边都是棱角分明的，对吧？就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形状的一个房子，那么直接是建的这个3层。你远远看去的话，就像一座庙宇，但是呢，它实际上不是寺庙的这种建筑。你看这边的话是还做了一个防盗门，对吧？而且很奇葩的是，它整个这个建筑啊，下边只有一道门。你看啊，下边只有一道门，那么这边呢是一个窗户。我们走这边给你们看一下四周就知道了。你看这边是整的一面墙，那么只有这边呢有一个窗户，特别的奇特啊，这个房子你看一下。那么它里边应该就是2间啊，这边有一间对吧？然后这边有一间，它是一道门进来啊，就是这么2间，估计这边还有一个楼梯，要不然它上不了2楼。这个房子呢就建得非常的奇葩，整个地下整个第1层呢就只有这个一道门进，是不是？那么这个肯定不是建的庙宇，但是它的建造风格呢又像是这个寺庙的一个风格，我都有点搞不懂啊。你看这个四边它还用这个木料来做了这个铆钉的一个结构啊，包括上面是一层比一层小哈，它这个3层是一层比一层小，那么到最顶层的话，好像就只有1间房子了。这个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你看这个电线都已经接到这里了，但是呢没有接通啊，相当于这个房子是建成之后啊就没有居住。你看顶楼的话，它就是1间房，这儿有个窗户，外面的话就是一个平台，很奇葩啊，这房子真的很奇葩。从上面看下来，你看哈，它这个不是做的阳台哦，不是做的阳台哦，它就是做的瓦片哟。也就是你站在这个2楼或者3楼的话，你是只能看到下面这个瓦片哟，是不能走下来的。我们从下面看的话，你还觉得它有可能是这个阳台是吧？四边实际上不是啊，它就是瓦片盖下来的。所以这个房子建造的非常的奇葩。第1层、第2层、第3层，它这个边上一圈都是盖的瓦。这个房子是建的方方正正的，完全是一个正方形，很奇葩吧？
这栋奇葩的建筑啊，真的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它有这么大的一个面积，而建出去的房子呢只有2间，就是大大的浪费了这个地皮。那么这个主人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这么一栋房子？建好了之后，为什么又不居住？最奇葩的是，为什么要建这样的建筑？它寺庙不像寺庙，居住又不像居住，太奇特了哈！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在湖北恩施的交易台村，我们发现了一个最像世外桃源的地方。这个地方被称作独家寨，顾名思义，就是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里。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边哈。据说要到那户人家去探访呢，需要穿过清江古河床，路上呢会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走吧，大家跟我一起去探访一下。应该是从这个洞里面穿过去，我都听到里面有声音了，因为来这里玩的人还挺多的。果然啊，要去到独家寨还要穿这么一个溶洞，经过这个溶洞穿过去，然后才到独家寨。这一堆的这个石头啊，也是这个溶洞的顶部坍塌，然后在这个地方堆积的。这个平的地方呢，就是若干年以前的这个河床啊，河床。我估计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会到这个里面来乘凉，太凉快了。因为它是穿洞，这个整个风呢是对流的，所以在这个下边待着会非常非常的凉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穿洞的顶部啊是非常的光滑，能够感受到上亿年前这个河水的冲刷呀，所以说呢，整个穿洞的顶部看去很光滑。哇，这个穿洞里面真的是太凉爽了啊！夏季乘凉绝对是一个绝佳的地方。下面又非常的平啊，我们目测一下，应该有好几亩地的一个面积。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全部是溶洞。我刚刚从那个洞口出来，然后这儿呢又有一个洞口。这个穿洞是过来穿过的第2一个山洞，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是在远古时代啊，这些缝隙里面绝对是有大鱼的。看一下，像这个洞底的这些地方啊，一看的话就知道是以前的这个河底啊，淤泥上面都是淤泥。对吧？河流慢慢的下迁的这些淤泥呢，不断的就流走，所以说就留下了这个石腔，啊，非常的震撼啊！继续的向前走吧，应该离独家寨越来越近了。我觉得夏季的时候，大家可以来这里避暑，并且可以在这个穿洞的下面搭帐篷，在这里住个几天也是可以的，因为真的太凉快了啊！穿过这个古河床啊，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独家寨。这户人家就住在这个岩壁之上，看一下后面来的这个形状，像不像一条龙？然后这里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峡谷，里面的水也深不见底啊。然后应该是从这个地方上去就到独家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你们就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几边都是悬崖峭壁，他居住的地方呢也是悬崖峭壁之上，正好在住人的地方啊，它是有一大块的平地啊。我们走到这儿呢，这里还有一个石头砌的这个房子，这个干啥的不知道啊。房屋很小，可能只能躺1个人吧。那从这个步梯上来呢，就是独家寨了。看到没有？这里还挂有一面旗帜，独家寨。有没有感觉像以前的这种土匪寨子一样，住在这个上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
正好进寨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洞门，那么上面一道门一关，你到哪儿也上不去啊，从哪个地方你也上不来。这个地方真的是，你们几个来了多久了？有2、3个小时，1个多小时。我们从11点等到。哦，你们是学生是吧？对。我刚刚正好在上面看到你们了。那个无人机的无人机就是你吧？对对对。哎，大哥，就是能咋的呀？就是给你要一点，就是那个你无人机航拍的那些素材呀。你加微信，到时候我发给你。好，哎呀，太好了呀！哎呀，您是不是摄影爱好者还是您就是摄影自媒体，帮人家做业务都在做。哦。你们是学什么专业的？我们是广播电视编导的。对，就跟您一样。那你们出镜讲呗？你们要不要采访？我们也是要采访，我们这次只是提前来踩点，对，我们下次才是正式拍摄。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上边，走到这个门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整大片的土地，这土地我目测一下，应该是有好几亩吧，3、4亩左右。那么它的后山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屏障一样的，很高啊，人员是进不来。这个房屋的2侧都是峡谷，整个前面呢是包裹住的。它这个房子呢，它是反向建设的，也就是说在这边头部的位置还是高山，所以说住在这儿挺安全啊，三面绝壁，也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吃饭没得老师？没有啊，我讲话你听得懂啊？你一个人在这边啊？哦，你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多年了哟？50几年。50几年。你好吧，都才50几岁吧？58了。58了，从小就在这里。那现在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里呢？现在就是我和父亲嘛。你们家贵姓啊？我姓秦的。秦。秦始皇。秦始皇的秦哈。你们当时啷会想到搬到这儿来住啊？这儿挺不方便的呀。那过去是很偏僻了。过去哈。逼起来的。逼起来的。我们原来那个朝的，71年、70年左右。哦，房子烧掉了。没当时做了。哦。都说98年我想到我收的，现在收很高，那时候挣了4000多块钱，包包头那个是活。哪个时候4000多块钱哦？哦，那是什么？一晚上给老子搞起跑掉，当时那夏天都搞死了，拽死一个闪一个，后面跑出一个。一说有人来抢你。按照3个我只跟你差不多，3个。哦，晓得你有几千块钱。我弟弟有结婚了噻，他说什么？那时候不说，那时候我不算穷，随时的一个家庭的还是，那个时候有几百块钱，赚多还是不赚不多。那个时候有几千块钱是不得了了。哦，那个是几千块钱，你这相当于啊，现在啊，10几20万了。对，当时你这个房子为啷个不修在那头修在这点呢？有啷个考虑啊？他那个时候那里有家人活，他那时候反正他该还钱给都打。哦，年轻几个人不在那里做的。这个下面的这个水有好深啊？有20-30丈啊。20-30丈，有鱼没得？有啊，我过年就在去钓啊。大个呗。大的还有20-30斤的。钓到过没得哦？我都钓个10大斤的，那我也是亲自看到别个，可能猪儿了啊，越短那个长条。都牵头我在我这那几年都没去走的。你的地方你等他钓啊？啊？你的地方你等他钓啊？那个是国家的噻，又不是我是人的。哦。你几个小孩呢？单身哪里小孩了？小孩嘛，相对。你是单身？啊。人长撇的，你条件也差，地方也坐得撇，那个时候，他就是这样噻。那你们父母亲都在吗？母亲一楼。哦，父亲在。你现在就是你们2父子。哎。那你家兄弟啊？兄弟在土桥噻。啊，他搬出去了。他出去那个姑娘都在23的。哦，等于这边现在就是你们2父子住了嘛？啊。那你现在也可以找个老伴了。这事情也还真难说的。咦，你想不想找？那问的人多得很，那问走啊走就个走吊打，他个就是脚板儿听个走吊打，走吊打。
我看你这个人相当不错，我觉得也有可能有这种了。我们这视频发出去之后，有人问了，你只要说你是单身的话，有的朋友啊，可能担心他这个地方有没有水吃，实际上是有水吃的，就在这个崖壁的下方，这里有一个存水的地方，我们到这里来看一下，看一下这里面有这么多的水，然后它这个整个地方呢，就像一艘小船，房屋的后面那儿凸出来了一点，整个后面就是大崖壁。这个后山啊，也是比较陡的，这一片地呢也有7、8亩地，环境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就跟大家说了，这是我见过的最像世外桃源的一个地方。据这个大叔讲啊，这儿呢很久以前可能是茶马古道，因为他们搬进来呢也就是50多年吧，他几岁的时候他父亲带着他搬进来的，然后他们原先也不住在这里啊，住在外面好像房子被烧了之后呢，他父亲不得已才带着他呢到这个地方重新建房子。当他们在这里重新建房子的时候呢，他们之前的住户已经搬走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住人是要追溯到几百年前，只是他们到这儿呢才几十年。我走过那么多地方，我觉得最像世外桃源的地方，从来的路上你们也能够感受到，对吧？要穿过那样的清江古河床，然后再到这里。而且刚刚这个大叔讲了哈，他边上这个深不见底的水池里面有大货啊，都有几十斤的鱼。喜欢钓鱼的，我觉得不妨在这里蹲守几天，看看能不能搞到大鱼啊。搞到大鱼的话，也可以跟大叔他共同来分享，对吧？那朋友们，这里的视频的话，大概就跟大家说到这里。我现在呢要返回去，还要开车到利川市去居住哈。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啊，拜拜。在贵州正安县金钟山的大山之中，我们发现有一独户人家，到底是什么人还留居在这与世隔绝般的地方呢？今天咱们就去一探究竟。大家好，现在我已经在这大山之中了。从金钟山那儿下来呢，有一条毛路，但是通不了路啊，只能是步行。我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步行了半个多小时吧。现在要开始走小路了，小路大概可能也是1个小时的路程。走吧。可以看得出来哦，就像这条古道的话，以前走的人也是挺多的，时过境迁呀，山里的人都有搬出去，所以说呢，现在看起来就比较荒凉一点。现在这一片森林之中啊，我感觉就是我一个人一样，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动静。金钟山这一片山林里面的植被是非常多的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芳竹也这么多，野葡萄啊、猕猴桃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珍稀植物啊，包括还有很多那种国家级的珍贵的动物。走在这一片寂静的森林之中，什么感觉？风吹草动你都听得清清楚楚啊。胆小的朋友还真的是不太敢来走啊。我是真的特别佩服这些采方竹笋的，背着竹笋要在山里面逛1、2个小时。你看这些地方都是采竹子、采竹笋留下的这些壳儿。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走下来，那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废弃的房屋，下边有一些绿色的那个铁皮，应该是养蜂还是干嘛的。这个房子呢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周边都是这个小山板给包住的。这地方就是一个特别隐蔽的地方，我们不从空中来发现的话，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有人居住的哈。这里是很宽阔的一片平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空中不大感受得到，但是你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这里是一个非常平坦的地方，整个这个平坦的这个面积可能有好几十亩地。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一直下去呢，那边就是悬崖峭壁。它这里呢，相当于是你看两边的山，几边的山都是包裹的非常的好。然后正好呢，就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可能以前它不止一户啊。那么因为这个很多人都搬走了，对吧？像那个后边呢，也看到还有一个废弃的房屋，包括这个
山上呢，我们看到也有一个废弃的这个房子啊，然后看到没有，这些石头上全部摆放着这个绿皮盖住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养的蜜蜂啊，养了好多。我们可以大概看得出来哈，这一户人家呢，他们在这里呢就是养蜂啊，主要是养蜂，不知道有没有搞其他养殖。然后因为这里大面积的这个土地呢都是没有种的，全是荒在这里的，所以呢并没有在这里种庄稼，估计就是留守在这里搞一些养殖什么的。哎，前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老人家哈，去跟他唠两句。吃饭没得，老人家？我说你吃饭了没得？你没洗吗？我没洗，你洗了。我吃了，我起了。你也干的我都啊？他在那老吃一些，你们就是2个人在这里吗？啊，就是我娘娘母儿子。就是你们娘娘母。嗯。然后这个老人家呢，他讲话我也不太听得懂。以前应该是有个5、6户吧，我猜测这里肯定有个5、6户人家。那么现在呢，只有他们2母子在这里居住了哈。然后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在这里养蜂吧。这个地方整个看起来真的是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像这个老人家，他说他已经90岁了哈，我估计他也没怎么出过山，所以说他讲话跟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区别，我都不太听得懂。我想跟大家重点说的就是这个地理环境真的是非常漂亮，感觉以前像是住那个富人的地方啊。整个这里山形围得非常的好，它就像一把椅子一样。然后这里呢就是一个岔口，正好可以看得出去。刚要离开的时候，正好遇到大叔回来啊，就跟他唠了几句。他们这个地方呢，原先呢是有5、6户人在这里的，后来呢全部都陆续搬走了。我问他呀，他们在这个地方居住多久了？他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好多代人了。那么目前他在这里呢，就是养了有差不多100桶的蜜蜂，养了20多只的羊。蜂蜜呢，差的时候都可以收个几百斤。如果说正常情况下，每年可以收上1000斤的蜂蜜。哇，你们算一下，这个每年最低的收入应该是超过10万的。很多人说住在大山里面赚不到钱，你看大叔他们2母子是吧？隐居在这个深山里面，养蜂种菜，自给自足啊，竟然每年呢还有个10万块钱的结余。过着这般隐士的生活呀，还能够有钱挣。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按耐不住，你们是不是蠢蠢欲动，也想隐居到大山之中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大山的一个森林之中，我现在已经在森林中步行了有20分钟了，然后现在还要从这里步行到这个山顶，然后再翻一座山去探秘山中的一个村庄。哇，你们知道要步行多久吗？差不多要1个小时。走吧，这个就是上山进村庄的路啊，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人走啊。现在我走到了一个垭口，那么距离我们要去探秘的村庄呢，可能还要走半个多小时。哇，这些土地呢也全部都是荒废了的，还要翻过这个垭口，然后再翻过一个垭口才能到达。看看这上面都是山，我现在相当于是置身在这片森林之中，咱们要继续的往前走。你们有人是不是觉得这个里面有没有可能遇到什么野兽啊啥的？是有的哈，这个大山里是有野兽的，只是呢我们这边的山里面呢，它没有什么攻击性啊。野兽的话顶多就是这个野猪，像什么山羊、泥猪、赤猪是吧，等等这种类型的啊。以前咱们贵州深山里面的老百姓啊，不管是出门走亲戚啊、赶集啊，还是干嘛呀，都是要走这样的小路出山。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很少了。只要是没有通公路的地方呢，基本上都是整体搬迁。
即使是有呢，那都是年纪大的人，他不愿意走，这没办法的，对吧？子女都把他没办法，不要说这个咱们村里面了，对不对？猕猴桃啊，非常漂亮，野生猕猴桃，哇，太漂亮了！什么时候熟，什么时候我来采一点。野生的呀，野生的猕猴桃啊，非常多。看看这后面，全部都是，这里这一整片全是野生的猕猴桃，哇，太爽了！等这个猕猴桃成熟的时候，我再过来这边转一转啊，还能采点猕猴桃。天呐，朋友们，在这个山上真的容易迷路啊！我从这个山崖口是顺着这个山寨过来，到这里，你看路都没有，然后再拐弯过来，这个位置看到他们这个村庄弄的一个水池了，这个应该弄了好多年了。然后这个路也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印记了，应该是要快到这个村庄了哈。这个已经看到他们的水池了，谁曾想象啊，以前这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无人踏入的状态啊！哎，你能想象吗？这个不久的将来，这些地方一定是一个原始森林，因为你根本没法进来了啊！如果说不再有人在这里居住的情况下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原始森林，很快啊，也就是2-3年就会变成一个原始森林，你就没有办法再进入这一片这个地方啊。哎呦，什么东西？你看，走在这个林子里边，你说不准的话，又这里飞出来一个东西，那里飞出来一个东西，你还真的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要不然你老是被吓。哇，我们已经看到很破旧的房子了，不知道大家透过这个树林能不能看到啊？这里又看到有房子了，哎，这一家应该有人住了。我们看到有种一些玉米啊。哇，你走到这个村庄之后，这里是一整片的这个大平地，非常舒服啊。在原始森林中的一个村庄，但是好多房子已经全部倒塌了。这么漂亮的房子啊，那儿有一户没人居住了，我们下去看看吧。这里是留守在这里的老人种的玉米啊。你看这边是一个高山上，所以这个玉米都很小还。那边有3、4栋的一个房子，没有人居住的，全部废弃了。然后这儿有一大块的这个平坝，这个平坝最少有个10亩地啊，非常大的一块平坝，也丢荒了，没有种任何的东西啊。这个村庄呢，整个周围是群山环绕啊，相当于是住在一片大森林之中。看这个模样呢，确实是整体搬迁了。那边2个房子还可以，后面那个房子呢已经是破旧不堪了。然后咱们再看一看这边，已经听到狗叫声了。你比如说这里也是有一排房子的，但是全部拆掉倒塌了，大家可以看看，一排房子全部倒塌了。然后哎，那儿有一个大叔在那里。哇，这一片地方真的漂亮啊！刷呀，吃饭没得谁？吃饭没得啊？吃了哈。好不容易才走进来你这儿来了，这些房子都全部倒塌了哈。倒塌了，我没这感觉。你肯定认不到我，我遵义的。遵义啊？啊，走这边来逛耍。这里以前是个小村子哈。啊。哦。坐啊，不然。坐都没得人来这儿来啊。
啊，都没得人在这儿坐着的呀？没得喽。没得了，你在这儿是吧？我在这儿坐。哦，其他的那些那边的房子也全部都走了，搬走了。搬走了。哦，你还种了那么多包裹呀？没得好多，我操的。好，你在狗儿咬人不？不怕，不搞哈。不怕，他不怕小人，他先就那个，我这个狗他不慌呢，不怕。先就已经有响了，我在上面的听到响的。他这样搞我就估计得平，不不怕。这等于这一个位置就是你家人了。你也干了？还有一个了。哦。看电视啊？没事看电视，这喝茶。好，谢谢。你们这儿姓哪嘛？我姓杨。姓杨哈，这一片都姓杨啊？就是我家。就是你的家？你们在这儿来好久了？我们一直都在做噻。就祖祖辈都在这里？我们原来老家是四川。就是搬来这儿来好多年的？几十年了。都才几十年了？40-50年了。40-50年，也就是你小的那搬来的。你好大年纪了啊？我们现在60多了啊。60多哈。哦。等于你是跟到父母到这儿来的。那个时候为啷个会搬到这儿呢？那时候嘛是这么个一回事了嘛。四川生活紧张，贵州松要那年咯，就是我们下面的老人也过世嘛，就随着我们母亲把我们带这那个了嘛。就类似有点逃荒的性质是吧？又是逃荒嘛，又是我们母亲嘛本身命苦嘛哈。他就走了一步，就把我们带这里的。哦。这里有好多家人嘛？原来有多。原来有20多家，30家。有20-30家。那现在就是搬出去的。搬出去有6份，所谓搬迁份，按6份所谓搬迁份。现在这村里面的话，都还有25家的居住名字。就在村里头还有20多家是居住地在这儿的。但是他们可能大多数都在外面自己买房子了。都是我。对。像我们这些没钱嘛，买不起嘛，就走这些卷的嘛。你来这里种点地，然后还养点其他的东西呗？养牛啊。养牛哈。你养了几个牛啊？7、8个。7、8个啊？7、8个牛一年赚了多少钱了？钱是赚不了多少钱啊，那个是行情问题啊。 7、8个牛的话，应该一年啷个说的话，也要赚个30-40万块钱，没问题的噻。赚不到。赚不到？那你这儿种那些玉米的话，晚上家会不会有野猪来呀？都有，但是我这没照顾还。还没照顾。我那些饺子前几有狗啊，狗一咬我就站在这路了，我不出去，我电动晃过去，就看到这个。 好吧，都是好几个的。那个倒不一定，有些是烧烤鸭，有些是给。那个倒不一定。这个地方是安逸，安是安逸哦。安逸，不安逸高山哦。高山了嘛，就是高山凉快了嘛。是。 你这位置视野还很好，这个位置视野好啊，看得开啊。这里就看得热闹，看外面都看到了对面山里面去了。也看到这些大墩的石头，都证明以前的人的力气是真的大。那么大块的石头都抬来把这个坎锤起了。我估计以前真的有可能是地主坐到这个地方的。你说的这个是朝门了吧？这里它确实是一个门的形式，你看两边的石头是下级的哈。这是雕出浪呢，而且我听到我们婆们在北看这些石头，挂沟头顶，拿根木船拖下来的呢。在顶个拿木船拖下来的，因为这点没得石头了哈。顶个整下来的。拿根二根木船呢，就是木的挖他挖个槽了嘛，然后用那个滑下来。拖一下那个。以前的人有功夫，你看，是吧？尽是从大墩的石头都搞的。那个顶顶上，那个银盘，那些石头有大墩家的，比这个都还要大，缺个银盘，多老人的那些。在哪点了吧？这里看到。最高的就这个顶了吧？
它上面整的个银盘呢，就意思说这个族的人多老二的以前，有老二的那就跑到山里面去。你几个小孩呢？啊？几个小孩呢？3个。3个哈，都在外面打工呢。大个是芝麻的，还有2个都还有2个。都是女儿们的儿子吧？2个干。啊，2个还没结婚哈。在哪了？在广东吗？哦。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叔家门口的一个朝门，我感觉大叔家以前肯定是地主，但是大叔也说不清楚。这个肯定是大地主，要不然不会搞这么多石头放在这里是吧？一看就是以前的大户人家。我走的水刷了吗？不刷了，我准备转去了，摄肚子的上去哈。还喝我茶不吗？不喝了，麻烦你了，我准备回家了。你应该再多喂点牛，你在这儿安逸。喂多点嘛，可以多赚点钱的嘛。呵呵。是。啊，周老师。啊，好。告别了大叔，咱要回城了，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程。这个村庄真的是太漂亮了，坐在山顶的一个平地里面，非常漂亮。20多户人家全部搬走了，就剩大叔他们2个人留守在这里，爽不爽？他们养了6条牛，然后呢种了一些玉米，基本上非常清闲的在这里过日子。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地方？我看了一下哈，还有好几栋的木房子是空置的。你们有没有人想来跟大叔做邻居的？在这个地方隐居哈，隐居哦，因为没有公路哦，所以肯定是隐居啊，没有人来找你啊。你要出去一趟的话，也要走1个小时。有没有人愿意来的朋友们？为了带着大家看美景，看这种大山深处的自然村庄，你说我容易吗？我跑这么远，对不对？你们视频看完了，不点赞关注一下，好意思吗？对不对？